在街上奔跑，阳光钻进了外套，快乐慢慢在发酵，温度刚好。报告班长大人，我已准备好，等待奔跑的讯号。上课思维舞蹈，下课释放欢笑，努力是我们不变的骄傲。明天的路无所谓雷雨风暴，永不老的心跳。昂首大步向前，梦想冲破极限，蓝蓝的天，轻轻相约。把新的自己重新翻阅一遍一遍，回忆加速度，青春上演。昂首大步向前，梦想冲破极限，未来世界努力穿越。快遇见另一个童话的情节，成长加速度，青春上演。怎么了，夏同学？热天预期一般很长时间了吧？可不是嘛，座位空这么久也不安排个人，每次看到心里都空落落。空落落的，可不止这个座位吧？还有什么呀？叶慕希的位置也空了很久了，他最近不是在图书馆，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叶慕希变了？对啊，变成了像是一个小淑女，对所有人都很温柔呢。啊，说话细声细语的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他披头发的样子还是挺好看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他现在上课可认真了，再也不涂鸦了。对，成绩突飞猛进。那你们是觉得现在的他好，还是以前的他好呢？反正我觉得是挺奇怪的。对呀，但是就说不出来。对呀，我就想说，你们都觉得吧？现在真的跟我觉得完全不一样，完全没有活力了。我觉得他现在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快乐。其实大家都看出来了，虽然叶慕希变得什么都好了，但什么都不好了。廖丹一走的时候，他的目的也都达到了。他想给叶慕希一个成长的机会，叶慕希好像真的也长大了。但你们不觉得他是在掩饰什么吗？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快乐。不过你们说，廖丹义和叶慕希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一直僵持着，这样时间久了下去也不是事儿啊。我还是怀念以前大家在一起快快乐乐的日子。所以我们要帮他们俩一把。怎么帮啊？所以找大家来商量一下，怎么帮？廖丹玉对叶班长就是口是心非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廖丹义就是嘴太硬了，什么都不肯说。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机会，把他们俩约出来，当面好好聊聊。但是，以他们俩现在的状况，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好好聊一聊呢？最好让他们坐下来聊聊。其实也不一定要坐下来了，只要让他们能够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好了。必须强制在同一个空间，用铁门关起来。但这个地方又不能太恐怖，得浪漫一点的地方。还需要些言情小说里面经常出现的东西。时针最好在夜晚。最好有一点灯火阑珊的感觉。既然大家的想法一致，最适合的地方就是水果店。挺好。既然这样，让我们来制定一个计划吧。首先在周6的时候，我会把票给叶慕希，约她去游乐园。
我们也给廖丹义一张票，把他约到游乐园来。这样他们2个人就可以独处了。周六游乐场全是人，独处不了。那我们就选一个不营业日子。那我就在休息日约叶慕希去游乐场。休息日游乐场没有电，器材转不动。那我们就偷偷把电闸推起来。怎样才能让他们共处一室呢？让他们坐上旋转木马。旋转木马的话，2个人根本搭不上话呀。让他们坐上摩天轮。放上浪漫的烟花。用食物把叶慕希引上摩天轮。哟，零食。然后我们广播告诉廖丹义，叶慕希在等他。用我们把钥匙勒手，放他们进去，把门那么一关呢。只要他们能独处，就能把话说开和好了，成功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对不起，我也有错。那不要转班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好，我不转班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我觉得没有瑕疵了。那我们行动吧。黄灯黄奕呢？山青呢？小东同学，你要不要花露水？没事，我不用。山崎同学，你笑什么呀？我一想到叶慕希跟廖丹义是因为我们10班同学一起撮合之后才和好的，我就莫名觉得很开心。希望不要出什么差错。不会的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咱们要记一大功。我们待会儿要把这个烟花放得满天都是，浪漫死了。哎，我说老李啊，你还记不记得碰碰车厂的那个小花啊？记得呀。他每天早上8点一刻的时候，都会准时从我们宿舍里面前路过，而且裹着一条粉红色的浴巾。扯远了啊，回到刚才的话题。哎，你说，在这浩若星海的哲学之中，为什么希特勒就偏偏选了尼采这么一个激进的哲学呢？如若不然，历史的车轮会不会驶向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？而在那个世界中，小花还会不会裹着浴巾呢？哎呀，星空真美啊！是啊，在星光灿烂下，我们的摩天轮也显得格外美丽。对呀，真漂亮。哎，老李啊，我们今天游乐场不是休息吗？这个摩天轮不是应该关的吗？坏了！但他们怎么还没过来？不着急，好多蚊子啊！这里没事。大晚上的，忙什么呢？关你什么事？关你屁事！保安呢？怎么了？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你们放的烟花爆炸了。不对，黄灯黄奕，有人在追他们，快跑！跑啊！跑！
各位，哪儿呢？谁偷我们钥匙的？哎，你别跑，别跑！哎，堵着，别跑！别跑！真的，别不行，你逮着你了！叶慕希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是谁啊？我是保安，你是谁啊？老李，不对啊，打完之后不该晕了吗？你们两个都跟我去保安室！说，你们是怎么偷到的钥匙？抱歉，两位，我知道接下来说的话可能有些不太可信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今年游乐场没有关门。其实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大概已经猜到了，应该是我们10班的同学出于某些原因，来策划的这一切。我们10班，你已经不是10班的人了。说什么跟什么呀？啊，真相一目了然了，好不好？你们有看不出来吗？偷偷跑这儿约会的小情侣，对不对？女的漂亮，男的帅，一看就是一对儿，配的一脸 CP， 令人羡慕，发人深省。哎，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哎，电影看多了哈，偶像剧看多了哈。大晚上的你搞什么浪漫呢？打扰到别人了，知不知道？影响别人了，知不知道？本来我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看我的小丑孟瑶兰的，我也得看我百年酒馆的，还乱开设施，得费多少钱，知不知道？被老板发现要扣我们工资的，知不知道？工资本来就很少了，知不知道？这样更找不到女朋友了，知不知道？所以看到你们这样秀恩爱，就更生气了，知不知道？那词叫什么来着？花式虐狗。对，对什么对？你才狗呢！不是老李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啊！你想的肯定就是花式虐狗。我想说的是，闪光弹，对，闪光弹。闪什么闪？你想的就是花式虐狗。我发誓，我想说的是闪光弹这个词儿。你发誓有个屁用啊！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有话直说。算了，说呀！我最讨厌人说话说一半了啊！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不就想说那天晚上炸金花的事儿吗？你肯定偷看牌了。我没有！我跟你说100遍了，我那牌是闷的。哟，闷的真巧，闷个235正好压我的豹子，一把赢我12块钱。我都赌爹赌妈的，你还不信我呀？我不是给你12块钱的。那不是你硬塞给我的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要知道你不相信我的钱，我都不要啊都。行，你别吵吵行不行？丢不丢人？真的，你要是真不信的话，我现在把钱还你。傻，我说我信了。翻篇。现在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钱是小事儿，信誉是大事儿。海涅就说过，生命是不可能在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。泰戈尔还说过，虚伪的真诚比魔鬼还要可怕。好，多说无益啊，不就12块钱吗？我现在给你1块、2块。两位同学，有没有10块钱？啊，我们啊，对，先借我。我有，我先借我一下，我现在微信转给你们啊啊。那个，我扫。扫。哎，好。点手。叶慕希和廖丹义究竟到哪里去了？谁知道啊？当务之急是躲开那2个保安吧。那2个家伙确实好吓人。我们究竟要在这里躲到什么时候啊？好急呀！所以我们可以走。好好坐着。你们知不知道今天自己闯了多大祸？啊？虽然不知道犯了什么法吧，但肯定是犯了点法的。虽然看你们男的俊俏，女的秀美，可能我们会网开一面，不报警，但不要认为我们在对你们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之前能放你们走。
是我说的。看你们是初犯，把他们放得了。你这么看着我几个意思啊？你又来了。什么叫我又来了？哪次不这样啊？我说什么你都要跟我唱反调。你们想不想知道这是一个多好为人师的人吗？上次我们去吃那个东北乱炖，我就夸了一句这东北乱炖好吃，下次有功夫去东北一定要尝一口正宗的。哎，结果这个人整顿饭啊，跟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十分钟的什么东北根本没有乱炖，乱炖哪就是外地人发明出来寒碜东北人的，不就吃个饭吗？知识点好吗？让你吃顿饭长个熊。我不想学，我就想好好吃我的乱炖。我跟你说，你30好几人，你怎么不求上进？怎么跟个孩子似的？谁孩子？哎呦我操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不知道他，我跟他一个宿舍。呀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内裤满地丢，垃圾永远不会丢到垃圾桶里边。你们无法想象跟这种家伙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吗？我能。你好意思说？你以为你那叫干净啊？那就有毛病！成天把自己那个保安徽章擦得锃光瓦亮的，哎呦，那衣服洗了晒，晒了洗，无限循环。最可恶的是啊，最恶心的，他竟然定期对着镜子修剪自己的鼻毛。鼻毛，哎，你说这是不是一怪胎？确实挺奇怪的。不修剪，难道让他钻出鼻孔吗？对呀。我好歹我也跟他一起工作2年了吧？啊，差不多每天都在一块儿。这货，我那天管他要了100块钱，借了100块钱啊，他就跟我说，限我1周之内还他，否则就要让我还200。我没多想，答应了。我周3借，下周3就还了，他竟然还管我要200，是不是留什么话没说啊？你是周3还的吗？你是周4凌晨12点15分还的。15分钟，15分钟，15分钟有什么差别啊？太过分了！你早知道是这样，那为什么不早点还给他？太没有人情了。这不是人情，这是原则，这是不够朋友。我哪儿不够朋友了？好，小丽那事儿怎么说？小丽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小丽啊，是我们玩挺好一姐们儿，然后在我们游乐场开旋转木马的。平时我们玩都挺好。有一天呢，我们去 KTV 唱歌，然后她有事没来，然后我们跟小丽就偷偷玩真心话大冒险来着。有一局我被大冒险，就亲了小丽一口，然后我当时答应了小丽，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，但是我没忍住回去就告诉她，但是我告诉她千万不要告诉小丽，让她知道我亲小丽这事儿，她知道了，不过她保证不会告诉小丽的。结果呢，第2天小丽来找我们玩了，呀，见张口就是哟，听说你们昨天跟小张接吻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我随口一说，也不是故意的。随口一说，你知不知道你那么随口一说对小张、小丽是一种伤害？你知不知道你辜负了小张对你的信任？他都说随口一说，你干嘛一直说下去呢？都不用说了。言语之力大到可以从坟墓唤醒死人，可以把生者活埋，可以把侏儒变成巨无霸，可以把巨无霸彻底打垮。你看，又是道理了。你每一次都这样，你为什么每一件小事从你的嘴里就变成一个大事呢？因为你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件是小事。什么？小张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。你说，你是不是一定要抓住小丽这事不放一辈子了？是又怎么着？绝交，绝交就绝交，怕你啊！好啊，2年的兄弟情谊，说掰就掰啊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是你先说绝交的，你想怎么着？咱们这不得见点血呀！嘿，你还真敢！你来呀！动你是吧？动我呀！我打你的这么！哎，别！你劲儿不够！哎，好了，你这样，哎，好了，别动手！哎，走！
痛吗？我没事儿。你怎么那么傻，自己打自己？你姑娘家的，不懂。我怎么不懂了？你不想伤害小张，但你又觉得如果这段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心有点不甘，所以你只好闹出点事情来暗示他，对吧？其实，小张很看好你的。哪儿有的？如果一个不关心你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提出这么多要求？其实他说你的每一个问题是存在的，但是你嘴硬，你不愿意承认，你想改，但是你不想让他觉得他说的每一句话你特别在意，所以说白了，你就是死要面子。你也该去道歉了吧？我凭什么道歉？你心里很清楚，你对他太过分了。虽然我也看到了，你打他那一下真的没太用力，但你怎么能对好友挥拳相向呢？怎么说，那都是你的不对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这么做，他这种说话不经大脑的问题，得罪多少人？游乐园愿意跟他玩的没几个。我这么说，都是为他好，我知道。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？你们俩都是同一时间进的公司，你处处显得比他优秀，难道这就不伤他的自尊心吗？你总说他不愿意改变，那你呢？你有没有想过如何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去改变他？再说了，你究竟让他变成什么样子？像你一样吗？是谁告诉你，你的人生一定比他过得舒坦？不愿意改变的、顽固的，真的就只有他一个吗？可是他真的很可恶。那你为什么愿意和他相处这么久呢？其实，你也有欣赏他的地方，你也想像他一样优秀，一样好。其实你也有想过，每天像他一样轰轰烈烈的活着，直来直去，这样会不会更快乐？他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最理解你的人，所以如果他就这样消失，不就是一个挺遗憾的一件事吗？其实你懂的，你对他更多的不只是关注，更多的是好奇和羡慕，因为他总做着一切你认为都是错的事情，却总是那么开心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成了你跟这个世界上唯一连接的渠道。你是知道的，他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么坏。你每天抱怨就是为了让他能靠近你一点，你一伸出手就能够得到了。其实你早就该知道了，你一味的要去改变他，可是到头来，改变的却是你自己。你无法把这个人磨去掉，因为他已经变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份子了。所以去道歉吧，像你最好的朋友。所以去和好吧，和你的死对头。小丽其实是个特随便的姑娘，她早就跟咱经理好上了，咱勾搭咱们好多同事。我不想让你陷得太深，所以故意搅黄了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我觉得有些事咱俩之间不用解释。不是你是傻呀你？本来就傻嘛，我才是最傻那个。小张，老李。那个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走哪儿去走？等会儿请撸串去。别，没眼力劲儿啊！我们耽误人家小两口那么长时间，人家还得那个……不，那个，我们真的不是情侣。哎，我们懂的。你冲我眨眼干嘛？哎，对，老李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你那个有一本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放在我那儿，我这就拿还给你。哎，话说，咱公司明天话剧队好像要排演《弯掉舅舅》，咱还没对词儿呢。是啊，走，赶紧走。
我们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用说，无论你们是为什么来，又为什么而去，我们永远祝福你们。记得常回来看看就好。拜拜。叶木西，叶木西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捉迷藏吗？那时候我去上奥数课了，我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，所以我没有管你，这让我非常自责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觉得我要对你的成长负责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动少考一门来到10班，因为我放心不下你。其实小天我也没把他送到动物管理所，而是我自己收养的。之后我又怕自己一个人照顾不过来，所以我把他托付给了吴老师。他现在生活得很好，我每周都会去看他。其实奶奶的事情我也没有怪你，因为你陪他度过了最后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其实我不想转班，而是我父亲威胁我，如果我不转班的话，他就会来学校找你的麻烦，所以我才这么做了。好了，我已经说完了，你也不要自责。你是不是傻？从小到大你就这样，你做一切的事情，你就会觉得你做的都是为了我好，然后自己在那里得意。哎，我是超人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会读心术啊！超人不会读心术，超人只会飞。你胡说，他眼睛会发出激光的。现在不是谈论什么激光，算了，我不想跟你吵。我想跟你吵啊！哎，你算什么好学生啊？你明明就是一个实实在在一个蠢货，你以为一切都自己扛着，你瞧不起我是吧？啊？我，廖丹颖，我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对我没有任何的隐瞒，不管是好的、坏的、不好的、不坏的，你都要跟我说，我们一起承担，因为我是你的班长，听到没？知道了，我的班长。等一下！别这样！还好来得及时，你们又要打起来了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都是我的主意。本来想让你们俩和好的，没想到。没事，我们和好了。啊，真的啊？那太好了，廖丹英同学就不用转一班了。还是要转的。啊？手续都办好了，这种事情岂是儿戏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明明已经和好了吗？对啊，剧本应该是你们两个和好之后，你带风走回10班，然后我们两个击掌吗？而且我们的 BGM 都已经想好了，是这么哼的：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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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！好了，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呀？人生又不是写好的偶像剧，哪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才好玩嘛，对吧，傻子？我们去玩摩天轮？别了吧，刚才那俩保安，保安现在是自己人，应该可以随便玩。看来你还真是想让老李和小张失业啊！目标摩天轮，走！我跟小东一组，走！哎，沈妹，沈妹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啊？不好意思，你不是我的菜。哇，你看有没有意义了吧？这次只用了0.5秒的时间。来，我呢？哎，这个可以。
辛大人，你不开心吗？没有啊。可是你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十指紧扣，然后贴着椅背上，不会特别的停止。我心情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烦不烦呢？对，我可能是心情不好，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的烦恼呢？你没有。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？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吃零食嘛，这个是你从小到大最喜欢吃的零食，吃一点心情就会好了。如果不喜欢吃零食也没关系，上次你说你喜欢小动物，喜欢千纸鹤，我就学会了千纸鹤，现在我叠得特别快，6秒钟就可以叠一个，10分钟可以叠100个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随时可以叠。如果你不想见我的话，我可以把它放在书桌里，你想要的时候随时去取。还有我上次不小心打碎的杯子，我已经把它修复好了。你看，它虽然长得坑坑洼洼的，但是它现在特别的结实，而且里边我已经消过毒了，可以用，放心的使用。我知道它对你的意义非常重大。如果你用不了它，我也可以在网上下单一个，2天就到了，很快的。不用，这个就可以。我问你啊，我到底哪里好啊？你要一直这么跟在我屁股后面，为什么？你是一束束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，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。你是人间的4月天。只要你开心，我就会开心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幼稚啊？你竟然用透明胶来粘杯子，你这让我怎么喝水啊？还有零食，在学校里是禁止吃零食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开心点吧，辛大人，只要你开心，我就会开心了。擦擦眼泪吧。什么眼泪？你看到我哭了吗？看到我流眼泪了吗？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幸福，我真爱你 ，You are my superstar。向前，梦想冲破极限，为了世界努力穿越。画一件另一个童话的情节，成长加速度，青春上演。书包在街上奔跑，阳光钻进了外套，快乐慢慢在发酵，温度刚好。报告班长大人，我已准备好，等待奔跑的讯号。
过极限，未来世界努力穿越。画一千零一个童话的情节，成长加速度，青春上演。书包在街上奔跑，阳光钻进了外套，快乐慢慢在发酵，温度刚好。报告班长大人，我已准备好，等待奔跑的讯号。上课思维舞蹈，下课释放欢笑，努力是我们不变的骄傲。明天的路无所谓雷雨风暴，永不老的心跳。昂首大步向前，梦想冲破极限，蓝蓝的天，轻轻笑脸。把新的自己重新翻阅一遍一遍，回忆加速度，青春上演。昂首大步向前，梦想冲破极限，未来世界努力穿越。画一千零一个童话的情节，成长加速度，青春上演。你开心吗？开心啊，你呢？其实我并不很喜欢色彩跑的，颜料会进眼睛，衣服也会变得非常不好洗。就像很多事情，看上去比经历过的更美好。那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哎，廖同学，你不是去一班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转班考试，少考一门。抬头望，摩天轮绕着星光，月亮在你身旁，随着晚风长响。是那朵云哭了，不知为谁在伤心，泪珠般雨散落，是你在为我挡。下好的偶像剧一直在脑海里，它百转千回的剧情，没观众也没有意义。那场倾盆大雨，邂逅在弥散地，或者从来未曾相遇，会好过此时在此地想你。低头想，露珠在滴滴答答响，坠落在路旁的水里，映出你